没有人料到，一场铺天盖地的猩红浓雾会在五一假期吞噬整个世界，自此人间再无光明。随着红雾中滋生出嗜血畏光的怪物，只要黑暗降临，他们就会循着呼吸声把人活活撕碎。唯一能挡住他们的只有光。人类文明在短短几天内秩序彻底崩塌，而我和妹妹所入住的山顶富人别墅也被红雾尽数笼罩。随着物资耗尽，别墅里的人为了光源杀红了眼，最终连我也被妹妹推向怪物，只为换一个手电筒。重来一回，我又一次跟随妹妹来到了那座别墅，只不过这一次我在山脚废弃仓库里砸钱建起银行金库级别的末日堡垒，囤满了够吃20年的物资和上千盏能把怪物烧成灰的大功率探照灯，笑着付了他为我精心安排的那场鸿门宴。我睁开眼，眼前不是浓稠到化不开的猩红雾气，也不是怪物锋利爪子撕开皮肉的剧痛，而是熟悉的窗帘。空气里没有血腥和腐烂的臭味，只有阳台上那盆栀子花散发的淡淡香气。我僵硬地转动脖子，看到了床头柜上的日历，距离那场席卷全球的诡异红雾降临还有整整2个月。我真的回来了。这时，卧室的门被吱呀一声推开，一个穿着粉色连衣裙的女孩端着一杯牛奶走了进来，脸上是那种天真无邪的甜美笑容。姐，睡醒啦？快看我今天新买的裙子，好看吗？这是陆哥特意给我挑的牌子呢。她是宋西楼，我的亲妹妹。对了姐，陆哥说五一假期他要在山顶的私人别墅开个派对，邀请了好多朋友，也让我带上你。你不是一直想找个好工作吗？陆哥的朋友里可有不少大公司的老板，这是多好的机会啊！前世的我还傻乎乎的以为这是妹妹在真心为我着想，我感激涕零的答应了，甚至为了能在那样的场合不给她丢人，用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买了一件得体的裙子，却没想到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陆明哲，那个宋西楼狂热迷恋的富二代，根本就不是什么良人，他看上的不过是我这张和宋西楼有7分相似却更显清纯的脸，而我的好妹妹毫不犹豫地把我当成了跻身上流社会的敲门砖。那个派对就是一场为我准备的鸿门宴，他们想灌醉我，然后把我送到一个油腻的投资人床上，但是一场诡异红雾的突然降临打断了他们的好事，却也开启了我更深重的地狱。文明在红雾中迅速崩塌，秩序荡然无存，雾气中滋生出一种对声音和血液极度敏感的怪物，他们畏惧光亮，手电筒、蜡烛、打火机，任何能发光的东西都成了比黄金更珍贵的保命符。我永远忘不了在那栋断电的别墅里，为了保护吓得瑟瑟发抖的宋西楼，我一次又一次地冲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楼道，在怪物的嘶吼中为他寻找食物和水源。我忘了多少次被怪物的利爪划破皮肤，忘了多少次在黑暗中与死亡擦肩。我只记得父母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照顾好这个比我小5岁的妹妹。我做到了，并且用我的一生去践行这个承诺。直到最后，别墅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我、宋西楼还有陆明哲。我们所有的食物都耗尽了，唯一的光源也只剩下一只电量即将耗尽的旧手电筒。在我们狂奔试图逃离怪物的利爪时，宋西楼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向怪物。姐，对不起。下一秒，怪物尖锐的指甲贯穿了我的胸膛，在被撕碎前的最后一刻，我看到的是陆明哲搂着宋西楼，用那束本该属于我的光照亮了他们逃离的道路。姐，牛奶要凉了。宋西楼的声音将我从刺骨的回忆中拉回，我的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用疼痛来维持最后一丝理智。不能冲动，现在杀了他太便宜他了。上一世我在红雾中承受的绝望和痛苦，我要让他和陆明哲千百倍的偿还。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眼中的杀意，抬起头对他露出一个僵硬却还算温和的笑容。好啊，谢谢你西楼，也替我谢谢陆先生，我一定会去的。宋西楼完全没发现我的异常，或者说他根本不屑于去察觉，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一个逆来顺受可以随意拿捏的姐姐。他开心地欢呼一声，放下牛奶就跑出去给他的陆哥报喜了。我端起那杯牛奶，毫不犹豫地泼进了窗外的栀子花丛里。计划从现在开始，我没有丝毫迟疑，立刻换上衣服出了门。第一件事就是去市中心最大的彩票销售点。上一世末日降临后，我曾听一个幸存者在酒后吹嘘，说他如果早知道就该去买那注奖金高达2亿却无人认领的彩票。他把那串数字当成笑话一样说了出来，却被我牢牢记在了心里。我用身上仅有的几10块钱买下了10注相同的号码，走出彩票店，阳光刺得我有些睁不开眼。我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周围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可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一切都将被猩红的浓雾覆盖，文明将倒退回最原始的丛林法则。而在此之前，我要先建立我自己的秩序。接下来的2天，我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掉了父母留下的这套房子。我找到一个号称24小时放款的抵押机构，以高额利息换取了50万现金。宋西楼对此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和陆明哲约会，畅想着他嫁入豪门的美梦。他甚至不知道，他脚下踩着的这片马很快就不再属于我们了。到了开奖日，我在官网核对着那串熟悉的数字，我的心脏没有一丝波澜。扣除税款，
1亿6000万。这笔钱对于末世前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笔天文数字，但对我而言，它只是我复仇计划的启动资金。我没有去庆祝，甚至没有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我独自一人驱车前往了那座陆明哲私人别墅所在的山。那座山名叫云顶山，是本市有名的富人区。陆明哲的别墅在山顶，而我的目标在山脚。山脚下有一片废弃的工业区，其中最大的一栋建筑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大型仓库。仓库占地近3000平米，主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厚达半米，窗户又高又小，只有一个巨大的货运铁门作为主要出入口，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末日堡垒。我通过中介联系上了仓库的业主，对方似乎急于出手，在听到我愿意全款并且不还价之后，当天下午就和我签了合同，50万的房产抵押款加上150万的购房款，我的账户上还剩下15800万。站在空旷布满灰尘的仓库中央，我心中复仇的蓝图第一次变得如此清晰。接下来的时间，我变成了一个最疯狂的甲方。我通过海外的渠道聘请了一支来自国外的顶级安保建筑团队。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需要一个绝对密闭、与世隔绝的空间来进行我的创作。钱不是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快，并且绝对保密。第一步，防御。仓库原有的货运铁门被拆除，换上了银行金库级别的多层复合合金闸门，需要虹膜、指纹、声纹3重验证才能开启。所有的窗户都被从内部焊死，再浇筑上50公分厚的混凝土，整个仓库的外墙全部被加固了一层厚厚的钢板。第二步，能源。仓库巨大的平顶被我铺满了最高效的太阳能电板，我让他们在仓库地下深挖安装了3台巨大的柴油发电机组，互为备份。仓库的一角被我改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柴油库，储存了上千吨柴油。这股来自人类工业文明的力量，将是我在红雾末日里永不熄灭的太阳。第三步，水源与生态。我让人打了一口300米的深井，安装了最先进的水净化循环系统，可以处理生活废水，保证水源的无限循环。仓库内部，我开辟出了一个区域，利用全光谱 LED 灯和无土栽培技术，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蔬菜农场。当堡垒的硬件改造进入尾声时，我的第二个计划也同步展开，疯狂囤积物资。我用剩下的钱在全球范围内下订单，我不需要考虑价格，我只要最好的、最多的。食品区堆满了保质期长达20年的军用压缩饼干、自热口粮、各种肉类罐头和冻干蔬菜，从地面一直码到10米高的天花板。盐、糖、油这些基础物资，我每样都准备了数吨。一个巨大的冷库里塞满了各种冷冻肉类和速冻食品。药品区从感冒药到抗生素，从手术包到各种维生素，我几乎搬空了好几家私人诊所的库存。当然，最重要的是照明设备。因为红雾里的怪物怕光，我买下了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大功率探照灯、手提式应急灯、LED 灯带，以及数以万计的备用灯泡和电池。整个仓库的内部和外部都被我安装了上千个不同角度的照明设备，我能让我的堡垒在瞬间变成一颗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存在。我像一只贪婪的仓鼠，疯狂地往我的巢穴里填充了一切。2个月的时间，在金钱的驱动下，我的末日堡垒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拔地而起。终于，在距离5·1还有3天的时候，最后一辆运输车驶离了我的堡垒。国外的工程师向我交接了所有的权限密码，然后带着他的人登上了离开的飞机，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巨大的合金闸门在我身后缓缓关闭，发出一声沉闷的巨响，将我与外面的世界彻底隔绝。我站在中央控制室里，看着屏幕上显示的各项参数，温度、湿度、空气质量、能源储备，一切完美。这2个月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松懈。就在这时，我放在控制台上的手机突然响了，是宋西楼打来的。姐，你跑哪儿去了？这2天都找不到你人。5·1的派对你还去不去了？裙子买好了吗？可别穿得土里土气的，给我丢人啊！我看着我亲手打造的堡垒和我身后那堆积如山的物资，慢慢的笑了。去，当然去。我怎么会错过这么重要的派对呢？挂掉电话，我走进巨大的衣帽间，从几十件为了伪装而买的奢侈品中挑出了一件最不起眼的连衣裙。5·1当天，我带着精心打扮、兴奋不已的宋西楼，稳稳地驶向了云顶山。车停在山顶那栋灯火辉煌的别墅前，陆明哲正靠在一辆骚红色的跑车上，身边围着一群衣着光鲜的男女。看到我们下车，他冲宋西楼招了招手，目光就像钩子一样落在我身上。宋西楼立刻像一只花蝴蝶一样扑了过去，挽住他的胳膊，像宣誓主权一样，随后把我介绍给所有人。这是我姐宋艳回。我能感觉到那些人投来的混杂着惊艳、嫉妒和算计的目光，我只是低着头，扮演着一个第一次来到这种场合很局促不安的乡下姐姐。派对开始了，喧闹的音乐，晃动的射灯，空气中弥漫着酒精和荷尔蒙的气味。宋西楼像个女主人一样在人群中穿梭，脸上是前所未有的骄傲和满足，而我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的沙发上，计算着时间。红雾就快来了，我的审判也即将开始。我找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
双手拘紧地放在膝盖上，周围的男男女女像穿花蝴蝶一样来回走动。他们谈论着我听不懂的品牌、没去过的海岛，以及某个刚刚上市就圈钱几十亿的公司。陆明哲端着2杯香槟走过来，递给我一杯，另一杯给了紧紧挨着他的宋希楼。他的视线在我身上停留了片刻，带着一种审视货物的油腻感。叶回，别这么紧张，就当自己家一样。他笑着说，但那笑容不及眼底。我没有接那杯酒，只是低着头说：“我不会喝酒。”姐，你干嘛呢？陆哥亲自给你拿的酒，别这么不给面子。我真的酒精过敏，一喝身上就会起疹子。陆明哲的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悦，但很快又被伪装的绅士风度掩盖。没事，那就喝点果汁吧。我能听到宋希楼在向他小声道歉，抱怨我的不识抬举。很好，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时针已经指向下午4点，时间差不多了。我站起身，走到正在和几个富家女炫耀自己新包的宋希楼身边。希楼，我有点冷，想去车里拿件外套。去吧去吧，快点回来。车里好像没有零食了。我记得你最喜欢吃山下那家店的泡芙，我顺便下山去给你买一点。陆明哲闻言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赞许，仿佛在夸奖我的懂事。他大概觉得把我这个碍事的姐姐支开，正好方便他们进行接下来的计划。去吧，燕回，开你的车去，注意安全。好的，陆哥。在宋希楼不耐烦的催促和陆明哲别有深意的注视中，快步走出了别墅。外面的空气比别墅里浑浊的香水味要清新得多。我没有片刻停留，坐进驾驶室，越野车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没有丝毫留恋地冲下了盘山公路。再见了，我亲爱的妹妹。希望你喜欢我为你准备的这场盛大的末日烟火。车子一路疾驰，最终停在了山脚下那座灰色巨兽般的仓库前。我下车，走到那扇巨大的合金闸门前，门上的感应器亮起红光，一个冰冷的电子音响起。身份验证开始，虹膜验证通过。我将右手按在指纹识别区，指纹验证通过，请输入声纹密码。审判日，声纹验证通过，欢迎回家，宋燕回小姐。厚重如城门的合金闸门在一阵低沉的轰鸣中缓缓向一侧划开，门内是温暖干燥的空气和明亮柔和的灯光。我将车直接开了进去，闸门在我身后彻底关闭，将我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没有片刻休息，我直接走向位于堡垒最深处的中央控制室。巨大的环形控制台，数十块高清屏幕在我面前依次亮起。我坐上舒适的人体工学椅，手指在键盘上飞速敲击，主屏幕被瞬间点亮，分割成了上百个细小的监控窗口。这些画面全部来自我提前雇人，以森林防火监控的名义，在云顶山别墅周围隐秘安装的高清摄像头。从别墅大门到后花园的泳池，从客厅到每一个走廊的拐角，所有公共区域的景象都尽收眼底。我甚至在陆明哲那辆骚红色的跑车底下都装了一个。此刻别墅里的派对还在继续，监控画面里人们推杯换盏，笑语欢声。宋希楼像一只骄傲的孔雀，被陆明哲搂在怀里，接受着众人的吹捧。他脸上的笑容是我从未见过的灿烂。我端起一杯刚煮好的热咖啡，靠在椅背上，像一个等待戏剧开场的观众。我的目光锁定在屏幕一角的时间和天气显示上，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下午5点17分，屏幕上原本晴朗的天空毫无征兆的开始变得昏暗，不是乌云蔽日的那种暗，而是一种诡异的带着不祥气息的灰红色，仿佛整个世界被罩上了一层肮脏的滤镜。末日来了。监控画面里，别墅泳池边的人们最先察觉到了不对劲，有人停下交谈，抬头望向天空，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紧接着，薄薄的淡红色的雾气开始从山林的四面八方弥漫开来，如同涨潮的海水，无声无息，却又势不可挡。起雾了，这雾的颜色怎么这么奇怪？别墅里的人们也发现了异常，音乐声小了下去。有人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好奇地向外张望。红雾的浓度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浓，原本只是淡红色的雾气，已经变成了浓稠的如同血液般的猩红色，能见度迅速下降到不足5米。别墅外面的世界彻底被这片诡异的红雾吞没，恐慌终于开始蔓延。怎么回事？我的手机没信号了。我的也没有，打不出去。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别墅里乱成一团，曾经优雅体面的绅士淑女们，此刻脸上都写满了惊恐。陆明哲试图安抚众人，但他颤抖的声音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突然，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从别墅后花园的方向传来，穿透了厚厚的玻璃，刺入每个人的耳膜。
我立刻切换监控视角，高灵敏度的夜视摄像头下，我看到一个刚刚还在泳池边打电话的男人，正被一个模糊而扭曲的黑影按在地上。那黑影看不清具体的形态，只有几条如同蜘蛛般细长的肢体，正疯狂地撕扯着男人的身体，鲜血喷涌而出，将泳池边的地砖染得更红。别墅里彻底炸开了锅，尖叫声、哭喊声、桌椅被撞翻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所有人都疯了一样向别墅内部退去，远离门窗。我的目光锁定了宋西楼和陆明哲。宋西楼吓得脸色惨白，毫无血色，他死死地抓住陆明哲的胳膊，身体抖得像筛糠。陆哥，救我！救我！那是什么东西？别抓着我，都他妈给我安静！就在这时，别墅的灯光啪的一声剧烈的闪烁了几下，然后彻底熄灭。备用电源似乎也失灵了，无边的黑暗和红雾一同降临，将所有人都吞噬了进去。绝望的尖叫声在黑暗中此起彼伏，只有我的中央控制室依旧灯火通明。我再次切换监控，调出了红外热成像模式。屏幕上代表着人体热源的红色人形正惊慌失措地在黑暗中乱窜碰撞，而在他们中间夹杂着几个温度极低的几乎呈现出蓝色的诡异轮廓，那些就是怪物。一个蓝色的轮廓悄无声息地靠近了一个摔倒在地的女人，在女人发出最后一声惨叫后，代表她的红色热源迅速的暗淡消失。混乱中，一个男人情急之下划开了手中的打火机，一簇微弱的火苗亮起。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火光照亮之处，一个正要扑向他的蓝色轮廓仿佛被灼伤了一般，发出一声尖锐的嘶鸣，迅速退回了更深的黑暗之中。光，他们怕光！这一声喊如同在绝望的深渊里投下了一根救命稻草。黑暗中，所有人都疯了，他们开始疯狂地翻找一切能发光的东西，手机、打火机，甚至有人试图去点燃沙发。一场为了争夺光源的更血腥的混乱即将上演。我靠在椅背上，轻轻晃动着杯中的咖啡，咖啡的香气在控制室里弥漫。屏幕上是挣扎求生的人间地狱，屏幕外是我温暖安全的个人天堂。没什么比这更惬意了。光源成了别墅最抢手的硬通货，为了一个电量还剩不到一半的手机，前一秒还在互相安慰的朋友，下一秒就扭打在一起。微弱的手机屏幕光在黑暗的别墅里忽明忽灭，每一次亮起和熄灭都伴随着争吵、殴打和绝望的哭嚎。陆明哲不愧是这群人的头，他很快纠集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保镖和跟班，抢占了别墅的储藏室，那里有几箱备用的应急手电筒和电池。靠着这些宝贵的资源，他暂时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安全区，将大部分人挡在了门外。宋西楼自然是在这个安全区里的。监控画面里，他紧紧地依偎在陆明哲身边，手里攥着一只光线明亮的手电筒，仿佛那是全世界最珍贵的宝物。他惊魂未定地看着门外那些被隔绝的朋友，眼神里没有丝毫同情，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一丝隐秘的优越感。我将画面放大，清晰地看到陆明哲正不耐烦地安抚着他，同时目光却在几个同样躲进来的漂亮女人身上逡巡。真是可笑，我的好妹妹，到了这个时候还以为自己抓住了救命的稻草，却不知自己也不过是别人眼中的一件物品，随时可以被估价和交换。我的注意力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太久，我切换了另一个监控视角，是靠近山脚公路的一个摄像头。红雾依旧浓郁，但在我的大功率红外镜头下，一切都清晰可见。一辆破旧的皮卡车和几辆摩托车正从山下歪歪扭扭地驶来，车上跳下来7、8个男人，他们穿着五花八门，从破烂的夹克到肮脏的工装裤，一个个都透着一股亡命之徒的凶悍。为首的是一个光头，脖子上有一条狰狞的蝎子纹身，他手里拎着一把开了刃的消防斧，斧刃上还沾着暗红色的不知名的液体。他们显然是在附近活动的地痞流氓，红雾降临时被困在了这片区域。他们的运气似乎不错，也发现了光可以驱散怪物的秘密。几辆摩托车的大灯被他们改装过，交叉照射着，在他们周围形成了一个简陋的光之壁垒。大哥，这鬼地方怎么一栋亮灯的房子都没有？妈的，这雾来的太邪难了！山顶上那帮有钱人估计也歇菜了，都给老子打起精神，找找看有没有能落脚的地方。车里的油撑不了多久了。大哥，快看那里！光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眼睛瞬间就亮了，轮廓分明，线条硬朗，散发着一股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气息。最重要的是，这幢堡垒在发光。操，这是什么地方？军事基地吗？管他妈是什么，亮着灯就肯定有人，有油有吃的。他们不再犹豫，赶紧上车，径直朝着我的堡垒冲了过来。皮卡和摩托车在距离合金闸门50米的地方停下，刺眼的车灯直射在灰色的钢板上，反射出冰冷的光泽。里面的人听着，开门！他的声音通过高保真拾音器清晰地传进我的控制室。我们没恶意，就是想进来躲躲，讨口水喝。外面有怪物，大家行个方便。我冷笑一声，没有理会。见里面没反应，光头的耐心迅速耗尽。妈的，
敬酒不吃吃罚酒！给脸不要脸，把家伙都拿出来，给老子把这大门砸开！1、2、3，撞！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传来，我面前的茶杯里的水面甚至连一丝涟漪都没有，而监控画面里那几个撞门的匪徒却被巨大的反作用力震得人仰马翻，抱着手腕龇牙咧嘴的痛呼。合金闸门上连一丝划痕都没有留下。操，这他妈是铁疙瘩吗？结果都是一样，他们带来的那些工具在大门面前就像是儿童玩具，折腾了半个多小时，除了让他们自己累得气喘吁吁，一无所获。这群人的暴力之气被彻底激发了出来。大哥怎么办？这门太邪乎了！光头的眼神变得阴狠起来，他看了一眼皮卡车的油表，又看了一眼周围越来越浓的红雾。他知道，如果今晚进不去这个乌龟壳，他们耗尽燃油后，唯一的下场就是被雾里的怪物撕成碎片。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脸上露出了一个残忍的笑容。他对着身后的人使了个眼色，去，把后车厢里那2个娘们拖出来。很快，2个被绳子捆着、嘴里塞着破布的女人被粗暴地从皮卡车后斗里拖了出来，扔在了地上。看他们的穿着，应该是附近公司的白领。在红雾降临时，不幸落到了这群匪徒手里。光头揪着其中一个女人的头发，将她拖到合金闸门正前方的摄像头下。他拔出腰间的匕首，架在女人的脖子上，冰冷的刀锋瞬间就在女人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了一道血痕。他抬起头，对着摄像头阴冷地笑道：“里面的人，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10个数，不开门，老子就当着你的面儿，把这娘们儿一刀活剐了！”女人的眼中充满了极致的恐惧，她拼命地摇头，发出呜呜的哀求声。光头的倒数声像丧钟一样在寂静的夜里回响。我坐在控制室里，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圣母心、同情，早在前世被我最亲的妹妹推进怪物堆里时，就已经被啃食得一干二净了。他们的死活与我何干？我甚至还有点想笑，用人质来威胁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真是天真。3、2、1！妈的，看来你是真不在乎了。兄弟们，算他倒霉。他举起了手中的匕首，然而就在他的刀即将落下的那一瞬间，一边陡升，我按下了控制台上的一个红色按钮，外部强光驱逐模式已启动。一声轻微的电流声后，安装在仓库外墙顶部、四周以及大门上方的数十个军用极超大功率探照灯瞬间同时亮起，数万流明的强光如同白昼降临，将堡垒周围100米的范围照得亮如白昼，没有一丝阴影。这突如其来的足以灼伤视网膜的强光，让所有匪徒都发出了痛苦的惨叫。他们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睛，视野里只剩下一片炫目的白。更让他们恐惧的事情发生了，这片区域原本因为他们车灯的照射，怪物相对稀少，但我这突如其来的全方位无死角强光，就像在黑暗的大海里点燃了一座灯塔。我看到红雾深处那些对光极度敏感的怪物，被这股突如其来的光明风暴彻底惊扰，陷入了狂躁与不安。一声声尖锐刺耳的嘶鸣从四面八方传来，在强光的照射下，我第一次看清了这些怪物的真实样貌。它们像是一种蜘蛛和螳螂的结合体，体型堪比猎豹，有着4对锋利的节肢，头部没有眼睛，只有一个布满利齿的口气。它们通体漆黑，在红雾中移动时悄无声息，快如鬼魅。难以计数的怪物从浓雾中涌出，它们像是扑火的飞蛾，被强光吸引而来，却又在光芒的边缘急停，仿佛那里有一道无形的滚烫墙壁。它们焦躁地绕着光域边缘打转，发出充满威胁的嘶鸣，却不敢踏入光亮范围半步。它们的攻击性无处发泄，最终全部集中在了那片光明区域的中心，那几个在车灯和探照灯交错中投下些许阴影的活物身上。怪物，他们过不来，光挡住他们了！但他们高兴得太早了。怪物们虽然无法踏入光区，却不是没有智慧的野兽。一只怪物精准地利用了皮卡车投下的阴影，如同一道黑色闪电，从瘦高个的视觉死角猛地窜出，锋利的节肢如同镰刀，瞬间就将他的身体切成了2段。血腥味彻底引爆了这场在光影交界处上演的杀戮盛宴。匪徒们终于明白，他们虽然站在光明里，却也因为自身和车辆的存在，制造出了一个个致命的阴影死角。他们惊恐地惨叫着，试图挤到光线最中央的位置，但狭小的安全区根本容纳不了所有人。枪械的射击声、怪物尖锐的嘶鸣声，以及人类最后的哀嚎，交织成了一曲死亡的交响乐。光头还算悍勇，他背靠着一盏摩托车大灯，挥舞的消防斧砍翻了2只试图从阴影中偷袭的怪物，
但很快另一只怪物从他头顶探照灯的灯柱缝隙中一跃而下，将他扑倒在地。更多的怪物瞬间淹没了他。我通过监控清晰地看到他的身体被数只怪物拖入阴影中分食，连完整的骨架都没能留下。那2个被当作人质的女人也没能幸免。不到5分钟，一切都结束了。堡垒外只剩下一片狼藉的血肉和几辆依旧闪着灯的空车。怪物们在分食完尸体后，因为无法忍受强光的持续照射，又如同潮水般退回了红雾的深处。世界再次恢复了寂静。我关闭了外部探照灯，只留下几盏常规照明灯，手指轻轻敲击着控制台。我调出了堡垒的原始设计图和我自己改造后的最终结构图。刚才匪徒们的攻击虽然可笑，却也给我提了个醒。我的堡垒真的万无一失吗？匪徒们的闹剧像一场血腥的开胃菜，我甚至没有浪费一颗子弹，就借怪物之手将他们清理得干干净净。但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放松。我调出了刚才匪徒用撞木攻击闸门的瞬间录像，将画面放大到像素级别，反复播放。物理层面的攻击对我来说不是威胁，这扇门的设计标准足以抵御小当量的炸药，但他们那种不计后果的疯狂，以及试图用人质进行道德绑架的行为，都预示着末世之下人性的底线会低到何种程度。我将堡垒的外部防御等级从常规调整为戒备，隐藏在墙体内的自动弓箭进入了待机状态，高压电网也完成了充能。任何未经许可靠近堡垒50米范围内的移动热源都会触发第1级警告，如果警告无效，弓箭将在3秒后进行无差别射击。做完这一切，我才重新将注意力放回山顶的别墅。经过最初的混乱和血腥筛选，别墅里还活着的人不多了，大约剩下10几个。陆明哲的小团体依旧控制着储藏室，掌握着光源，也掌握着话语权。其他幸存者则像依附于宿主的寄生虫，蜷缩在储藏室门外的走廊里，靠着从门缝里透出的微光苟延残喘。食物和水的匮乏成了比怪物更现实的威胁。我看到一个穿着华丽晚礼服的女人，正卑微地向储藏室门口的保镖祈求一点饼干，却被不耐烦地一脚踹开。而前一天晚上，她还是众星捧月的派对女王。人性的尊严在生存面前廉价的可笑。宋西楼的情况看起来还不错，他依偎在陆明哲身边，手里拿着一瓶矿泉水和半包薯片，小口小口地吃着。他似乎已经从最初的惊恐中缓了过来，开始适应这种新的秩序。他看向门外那些饥肠辘辘的人时，眼神里甚至带着一丝冷漠的审视。他变了，或者说他终于撕下了伪装，露出了和陆明哲一样的极端利己主义者的本性。就在这时，储藏室的门被推开，陆明哲走了出来。他清了清嗓子，对着走廊里所有幸存者说：各位，坐以待毙不是办法，食物和水撑不了多久了，电池也总有用完的一天，我们必须想办法自救。怎么自救？外面全是怪物，出去就是死。我们不出去。这栋别墅的负1层是设备间和酒窖，酒窖里有的是食物和酒水，设备间里有备用发电机和柴油。只要我们能拿到那些东西，就能重新启动别墅的电力系统。到时候别说照明，我们甚至能重新用上空调。他的话让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绝望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希望。可是去负1层的通道被杂物堵死了，而且里面一片漆黑，肯定有怪物。所以我们需要人手。我们有手电筒，但需要有人在前面开路，吸引怪物的注意。只要我们能成功，酒窖里的食物和水，人人有份。这番话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了，他需要炮灰。走廊里一片死寂，没有人是傻子，谁都知道开路意味着什么。陆明哲冷笑一声，他身后的保镖立刻将几支光线最强的手电筒对准了人群。要么现在就去为我们大家搏一条sinh路，要么我现在就关掉所有手电筒，让怪物进来，我们一起死，你们自己选。人群开始骚动，窃窃私语。最终在死亡的威胁下，有几个男人站了出来，脸色惨白，但还是选择了屈服。陆明哲满意地点了点头，他将一支手电筒递给其中一个领头的男人，又分发了几根从消防箱里拿出来的铁棍。很好，你们在前面，我们的人在后面提供照明和支援。出发！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们，切换监控，将视角锁定在通往负1层的楼梯间。那里的确如陆明哲所说，堆满了各种杂物。黑暗深处，红外镜头能捕捉到几个若隐若现的蓝色轮廓。炮灰们颤抖着，拿着铁棍，借着身后射来的光束，一步步地挪下楼梯。一个男人不小心踢倒了一个空酒瓶，清脆的响声在寂静的楼梯间里格外刺耳。黑暗深处，那几个蓝色的轮廓瞬间被惊动了。谁敢退后，我现在就弄死他！前有怪物，后有屠刀。绝望之下，
那几个男人只能爆发出最后的血涌，挥舞着铁棍和从黑暗中扑出的怪物战作一团，场面一度非常混乱。手电筒的光束在墙壁上疯狂晃动，人的惨叫和怪物的嘶鸣混在一起。陆明哲和宋西楼则躲在队伍的最后方，紧张地看着这一切。不得不说，陆明哲的计划虽然残忍，但很有效。靠着炮灰们的牺牲，他们成功地清理掉了楼梯间的几只怪物。付出的代价是2个男人被当场撕碎。队伍艰难地推进到了负1层的走廊，酒窖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散落的食物让所有人发出欢呼，而设备间的大门则被一把大锁锁着。打开它！而就在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的时候，我通过一个安装在天花板通风管道里的微型摄像头，看到了一个被他们忽略的细节。在走廊尽头的一个阴影角落里，一个体型明显比之前所有怪物都要大上一圈的蓝色轮廓正悄无声息地蛰伏着。它没有像其他怪物一样被声音和光亮吸引，而是像一个极具耐心的猎手，静静地等待着最佳的捕猎时机。我的瞳孔瞬间收缩，这个怪物好像和别的怪物不一样。这时，设备间的大门哐当一声被砸开了。所有人发出一阵狂喜的欢呼，争先恐后地涌了进去。里面果然有一台巨大的柴油发电机和几桶备用柴油。陆哥，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太安静了。别疑神疑鬼的，能有什么不对劲？赶紧进去帮忙！他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这条命是被他最看不起的恋爱脑给救了一次。就在众人围着发电机研究怎么启动它的时候，那个潜伏已久的巨大怪物动了。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庞大的身躯以一种与体型完全不符的敏捷，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瞬间就冲进了设备间。他第一个目标就是离门口最近的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甚至没来得及发出惨叫，整个上半身就被怪物巨大的口气直接咬掉，温热的鲜血溅了旁边人一脸。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在狭小的设备间里炸开，设备间瞬间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这只进化体的体型和力量远超普通怪物，普通的怪物更像是猎狗，而它则是一头真正的雄狮。幸存者手中的铁棍砸在它漆黑的甲壳上，只能蹦出几点火星，连一道白痕都留不下。手电筒的光对它也几乎失去了作用，强光照射在它身上，它只是烦躁地晃了晃脑袋，攻击的动作没有丝毫迟滞，一个又一个热源在我的红外监控画面中熄灭。陆明哲吓得肝胆俱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了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连滚带爬地从人群中挤出来，一把抓住离他最近的宋西楼，想把他当成肉盾推向怪物。但这一次宋西楼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或许是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在陆明哲抓住他的瞬间，他尖叫着用指甲狠狠划过陆明哲的脸，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将旁边另一个发呆的女人推了过去。那个女人代替他成怪物的下一个牺牲品。趁着这个间隙，宋西楼和陆明哲以及另外2、3个反应快的人连滚带爬地逃出了设备间，疯了一样冲上楼梯，回到了别墅1楼的大厅。关门！快关门！陆明哲嘶吼着，指挥保镖用沙发、柜子等一切能搬动的东西，死死堵住了通往负1层的楼梯口。沉重的撞击声和怪物愤怒的嘶吼声从楼梯口下方传来，每一次撞击都让路障剧烈的颤抖，仿佛随时都会被冲破。大厅里幸存的几个人瘫倒在地，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劫后余生的惊恐。他们付出了近10条人命，不仅没能启动发电机，反而释放出了一个更恐怖的恶魔。陆明哲的脸上被宋西楼抓出了几道深深的血痕，他看着宋西楼的眼神充满了怨毒和杀意，而宋西楼则抱着手臂缩在角落里，不敢与他对视。他们之间那点脆弱的爱情在死亡面前彻底碎裂。我看着屏幕上这出闹剧，心中却没有丝毫快意，我的眉头紧紧锁起，反复回放着刚才那只进化体攻击的画面。它不怕光，这个发现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我的心头。光是我这个堡垒体系的立身之本，我所有的防御策略都是建立在光能克制怪物这个基础上的。如果怪物进化出了不畏光的特性，那我引以为傲的光明壁垒效果将大打折扣。我立刻调出了堡垒外部所有摄像头的监控录像，一帧一帧的仔细排查。很快，我在一个位于堡垒后方靠近山体峭壁的监控画面中发现了让我脊背发凉的一幕。就在刚才别墅地下室爆发屠杀的同时，一只同样体型巨大、轮廓与那只进化体极其相似的怪物正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的堡垒后墙下。它没有像其他怪物一样被堡垒的常规照明灯光惊扰，也没有试图攻击，它只是静静地贴着冰冷的钢板墙体。它的肢体偶尔会轻轻刮擦墙面，发出细微的令人牙酸的沙沙声。它在试探，它在研究我的堡垒，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笼罩了我。这些东西不仅在进化，甚至还可能拥有智慧。我立刻将所有外部探照灯的功率调到最大，
刺目的强光瞬间将堡垒四周照得如同白昼。那只进化体在强光亮起的瞬间，动作明显一顿，它抬起头，似乎是在凝视着那些巨大的光源。它并没有像普通怪物那样惊慌逃窜，只是在原地停留了几秒钟，然后不紧不慢地一步步退回了浓郁的红雾之中，消失不见。它走了。但我心中的不安却不减反增，他会回来的，而且下一次他可能会带着更多的同类，或者用一种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我不能再坐以待毙。我调出堡垒的武器系统界面。当初建造堡垒时，除了自动弓箭和高压电网，我还准备了个杀手锏。我通过暗网高价采购了一批军用燃烧弹和云爆弹，安装在了堡垒四周的地下发射井里。这是用来应对大规模尸潮或者工程重火力的。现在看来，或许很快就要用在这些进化的怪物身上了。正当我全神贯注地研究武器部署方案时，山顶别墅的监控画面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经历了地下室的惨败后，别墅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食物和水源已经见底，电池也所剩无几，而楼下还有一个随时可能冲破路障的恐怖怪物。绝望之中，宋西楼似乎想起了什么，他突然发疯似的开始翻找那些被丢弃在角落里的属于其他死者的背包和衣物。你疯了，在找什么？我姐肯定有准备。他这2个月神神秘秘花了很多钱，只不过还是要跟我吃等羊。他肯定藏了吃的，一定有个安全的地方。他的举动提醒了陆明哲，他也想起了那个在派对开始前就懂事的借口离开的宋彦辉。是啊，他人呢？红雾降临之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快，一起找他的东西！陆明哲也反应了过来，立刻命令剩下的人一起翻找。很快，一个保镖在我的旧帆布包里翻出了东西，那是我租仓库的合同复印件，没想到居然被宋西楼找到了。保镖将那份皱巴巴的合同递给了陆明哲，陆明哲一把抢了过去。云顶山下7号大型仓库，他在这里，就在山脚下那个仓库里。还有仓库，肯定还有数不清的食物和水。宋西楼也扑了过来，抢过合同，脸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我就知道我姐不会丢下我不管的，她肯定是给我们准备好了退路。我看着监控里他那张天真又恶毒的脸，只觉得一阵反胃。给你们准备退路，不是坟墓。我们下山去找他，只要到那个仓库就得救了。绝望的幸存者们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们不再理会楼下怪物的撞击声，开始用最快的速度准备下山。幸存者们将所有能找到的手机、手电筒，甚至带 LED 灯的电子手表都集中起来，分发给走在最前面和最后面的人。他们拆了别墅里的窗帘和床单，拧成绳子，将所有人连在一起，以防在浓雾中走散。陆明哲再次展现了他的领导才能，他将队伍分成3部分，他和2个最强壮的保镖在最中间，享有最强的光照和保护。宋西楼和其他几个女性在第2层，剩下几个之前没当炮灰的男人则被安排在了队伍的最外围，充当移动的警戒哨。这是一个标准的牺牲外层保护核心的阵型。出发！随着陆明哲一声令下，这支拼凑起来的求生队伍打开别墅大门，冲进了无边的红雾之中。我将所有外部监控的视角都对准了他们。山路比他们想象的更难走，红雾不仅影响视线，似乎还带有一种方向性的干扰。他们好几次都差点走错路，绕回原地。怪物的袭击也如影随形，不断有黑影从雾中扑向队伍的外围，每一次袭击都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和手电筒的坠落。外围的警戒哨一个接一个的消失，队伍的规模在不断缩小。陆明哲和宋西楼对此不管不顾，他们只知道催促着队伍快点，再快点。宋西楼的脸上没有丝毫悲伤，只有一种病态的亢奋。他觉得只要找到我，这一切的苦难就都结束了。觉得当我看到狼狈不堪的他时，会是怎样心疼和自责的表情，真是天真的可悲。半个小时后，这支原本10几个人的队伍只剩下6个人，历经艰险，终于摸到了我的堡垒外。当他们看到那座在红雾中散发着柔和光芒的钢铁巨兽时，所有人都发出了喜极而泣的欢呼。到了，我们到了，得救了！陆明哲更是激动的浑身颤抖，他冲到合金闸门前，用力地拍打着冰冷的门板。燕辉，宋燕辉，开门！我们是陆明哲，我把西楼带过来了。他的声音通过拾音器清晰地传进我的控制室，我没有回应，我只是静静地看着监控画面里那几张因为激动而扭曲的脸。见里面没有反应，宋西楼急了，他推开陆明哲，抢到门前，用一种带着哭腔的委屈的语气喊道：姐，是我是西楼啊！你不是最疼我了吗？你答应过爸妈要照顾我的。外面好可怕，有怪物，我们好多人都死了。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这表演
真精彩！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了前世的一切，恐怕真的会被他打动。姐，你开门啊！你再不开，我们都要被怪物吃掉了！你想看着我死吗？他的哭喊声在空旷的夜里传出很远。我拿起对讲机，按下了通话键。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和他们对话。路是自己选的。喇叭里传出的声音让门外的6个人都愣住了。宋西楼的哭声戛然而止，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那扇紧闭的大门，似乎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姐，你在说什么？什么叫路是自己选的？你快开门！宋彦辉，你什么意思？你想见死不救吗？别忘了西楼是你妹妹，你把我们害到这个地步，现在想躲在里面享福，门儿都没有！都这时候了，还在倒打一耙。是我让你们去开派对的吗？还是我逼着宋良妖，想把他亲姐姐卖给投资人？我的话如同一道惊雷，在门外炸响。宋西楼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陆明哲也瞬间语塞。他没想到他们最龌龊的秘密，我竟然一清二楚。你怎么会知道？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你们动念头起，你们的死活就与我无关了。宋彦辉，你这个毒妇！你早知道会发生这一切，所以你才准备了这个乌龟壳。你看着我们去死，你不得好死！姐，不是那样的，是陆哥，是他逼我的。我没有想过要害你，我只是太爱他了。你让我进去，我什么都听你的，我给你当牛做马。给你们1分钟，离开警戒范围，否则后果自负。任凭他们在外面如何叫骂哀求，1分钟很快过去，他们显然没有把我的警告当回事，依旧在门外徒劳地拍打着闸门。1级警告，您已进入警戒区，请立刻离开。冰冷的电子警告音响起，让门外的叫骂声为之一顿。2级警告，重复，请立刻离开。10秒后将启动武力驱逐。倒数声如同死神的催命符，陆明哲等人终于感到了恐惧，他们开始下意识的后退，但已经晚了。当倒数结束的刹那，隐藏在墙体内的自动弓箭无声的升起，箭头锁定了他们。然而，就在箭矢即将发射的那一刻，我按下了暂停键，因为一个新的客人来了。在堡垒后方的红外监控画面中，那只巨大的不畏光的进化体再一次出现了。它不是一个，在它身后浓雾之中还有3只体型稍小但同样是进化体的怪物，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的堡垒。而此刻，宋西楼他们的哭喊和叫骂就像是黑夜里的火炬，为这些怪物营造了一扇聚集了活人的大门。进化体怪物的出现瞬间改变了攻守之势，为首的那只巨型怪物径直走到了合金闸门前，用他那镰刀般的前肢重重地敲击在门板上，这声音比匪徒们的撞木要沉闷得多，也更有穿透力。我甚至能感觉到脚下的混凝土地面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陆明哲和宋西楼等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他们看着眼前这只比1层楼还高的恐怖生物，连尖叫都发不出来，腿肚子抖得像触了电。苏彦辉，开门！快开门！怪物来了！你让我们进去，我们一起对付怪物，不然我们死了，下一个就是你。真是可笑，到了这个时候，他竟然还妄想着跟我谈条件。我冷眼看着监控画面，那只巨大的怪物似乎对门外这几个吵闹的虫子感到了不耐烦。他转过头，布满利齿的口气张开，发出一声低沉的、充满威胁的嘶吼。另外3只体型稍小的进化体立刻心领神会，朝着陆明哲他们包抄过去。绝境之下，人性的丑恶被激发到了极致。一个保镖为了给自己争取逃跑的时间，猛地将身边另一个幸存者推向怪物。这个举动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剩下的人有样学样，开始互相推搡、拉扯，都想让别人替自己去死。场面瞬间乱成一团，比之前任何一次危机都更加混乱和丑陋。陆明哲的目标毫不意外地对准了宋西楼。你这个贱人，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为了来找你那个该死的姐姐，我们根本不会遇到这些东西。放开我，陆哥，你放开我！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不爱我了吗？爱，在这个鬼地方，爱就是个屁！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给老子拖延几秒钟的时间。说完，他用尽全身力气，将宋西楼狠狠地甩向了离他们最近的一只怪物。那一瞬间，时间仿佛变慢了。我通过高清摄像头，清晰地看到了宋西楼脸上的表情，从难以置信到震惊，
再到彻底的绝望和怨毒。他看着将自己推向深渊的男人，看着这个他付出了亲情、背叛了姐姐，一心一意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前世我被他推向怪物时的感受，在这一刻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自己，真是一场完美的轮回。怪物锋利的截肢毫不留情地刺穿了宋希楼的身体，他死死地盯着陆明哲逃跑的背影，嘴里发出了一声不成调的呢喃。陆明哲没有能跑掉，他刚跑出没几步，就被另一只怪物从侧面击倒，他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但很快就被怪物咀嚼骨头的咔嚓声所淹没。不到1分钟，门外那6个幸存者就被3只怪物屠戮殆尽，血腥味弥漫开来。但为首的那只巨型怪物却对这些尸体毫无兴趣，他的注意力自始至终都集中在这扇冰冷的合金闸门上。他似乎确认了这扇门就是进入这个巨大食物罐头的唯一入口。他发出一声指令性的嘶鸣，另外3只怪物立刻停止了进食，转身加入了他。4只进化体开始用他们那足以撕裂钢板的利爪和口气疯狂地攻击着合金闸门，刺耳的令人牙酸的金属刮擦声和撞击声不绝于耳。中央控制室的警报灯开始疯狂闪烁，屏幕上代表着闸门结构强度的数据正在以一个缓慢但确定的速度下降着。警告，闸门装甲层遭受高强度攻击。我的心沉了下去，这些东西竟然真的能对我的堡垒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虽然按照这个速度，他们要连续不断的攻击几10个小时才能真正破门，但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我不能再坐视不理。武器系统解锁，请输入最高权限密码。密码正确，审判者武器系统已激活。请选择攻击模式。我的目光锁定了监控画面中那只正在疯狂攻击大门的巨型怪物，就是它一切的源头。锁定模式，单体精准打击，弹药选择高爆燃烧弹，目标已锁定，坐标校准完毕，发射井已开启。倒数5秒，5、4、3、2、1，发射。导弹拖着一道橘红色的尾焰，以一个刁钻的角度，几乎是垂直地砸向了那只巨型怪物的背部。一团巨大的火球在我的堡垒门前轰然炸开，高爆炸药产生的冲击波将另外3只怪物瞬间掀飞出去，而处于爆炸中心的那只巨型怪物则被炽热的混合着特殊化学燃料的火焰完全吞没。它发出了有史以来最凄厉、最痛苦的嘶鸣，凝固汽油般的燃料附着在它的甲壳上，疯狂地燃烧着，上千度的高温很快就将它那坚硬的外壳烧得通红皲裂。它在火海中疯狂地翻滚挣扎，但那火焰如同枯骨之躯，根本无法扑灭。最终它的动作越来越慢，巨大的身体在烈火中慢慢碳化蜷缩，最后化为一具焦黑的冒着青烟的残骸。另外3只被冲击波掀飞的怪物也被爆炸的破片和高温灼伤，甲壳上布满了伤痕。他们看着首领的惨状，似乎终于感受到了恐惧。他们不再攻击，而是发出了几声悲鸣，拖着受伤的身体头也不回地逃进了红屋深处。危机暂时解除了，我看着监控画面里那片还在燃烧的火海和满地的残骸，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堡垒内外终于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我靠在椅子上，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疲惫。重生以来，复仇、击剑、囤货、战斗，我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终于得到了片刻的松弛。我关掉了大部分监控屏幕，只留下几个常规的警戒画面，然后起身走向位于堡垒最深处的生活区。我需要洗个热水澡，然后好好的睡一觉。这场末世才刚刚开始，而我已经为自己赢得了最宝贵的喘息之机。我走向生活区，前所未有的疲惫感如同潮水般涌来，高强度紧绷了几个小时的神经在危机解除后终于发出了抗议。我的脚步顿住了。按照流程，在进入休眠模式前，我应该对堡垒外围进行最后一次全方位生命体征扫描，这是一个我给自己定下的铁律。为了防止任何潜在的威胁被忽略，我转身走回中央控制室，重新坐下，启动广位生命扫描。指令下达，数十个监控画面被一个巨大的雷达式扫描图所取代。绿色的光波从中心点我的堡垒扩散开来，扫过方圆500米的范围，绝大多数区域都是一片死寂的蓝色，代表着无机物和低于生物标准的低温。但在合金闸门外的尸骸堆里，扫描图上顽固地亮着一个极其微弱的红色光点。发现微弱生命体征，心率低于30每分钟，体温持续下降中，预计存活时间不超过15分钟。我将画面切回到门口的高清摄像头，并将镜头焦距拉到最大。在陆明哲那具不成人形的尸体旁边，宋希楼趴在一片粘稠的血污和碎肉之中，他还没死，怪物的利爪贯穿了他的腹部，
但似乎奇迹般的避开了所有致命脏器。他正在因为大出血和低温而缓慢地走向死亡。我能看到他胸口那微乎其微的起伏，每一次呼吸都带出小股的白气，在红雾中迅速消散。我的堡垒里有全世界最好的止血剂、抗生素和全自动手术台，只要我打开门将他拖进来，我有90%把握能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我的手指悬在闸门控制键的上方，迟迟没有落下。脑海里2个画面在疯狂交叠，一个是多年前父母出车祸临终前拉着我11岁的手，气若游丝的嘱咐：也会照顾好妹妹，一定要照顾好她。另一个是前世，同样在这片红雾中，宋西楼从我手中夺走唯一的手电筒，毫不犹豫地将我推向怪物时，那张冷漠又决绝的脸，承诺与背叛，亲情与仇恨。我曾以为看着他和陆明哲狗咬狗，看着他被自己最爱的人推向深渊，我的仇就算报了。可现在一个更大的选择摆在了我的面前，是让他就这么死去一了百了，还是救他，将他囚禁在这个堡垒里，让他当我的奴隶，日日夜夜折磨他，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忏悔。那样的恨太累了。我的目光重新落回屏幕，或许是回光返照，或许是感受到了摄像头镜片上那微弱的电流。趴在血泊中的宋西楼竟然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微微抬起了头，他的目光穿透了浓雾，穿透了冰冷的镜头，仿佛直直地看到了屏幕后的我。他的嘴唇蠕动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我读懂了他的口型。他在说：姐。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我缓缓地抬起手，指尖轻轻地带着一丝仿佛告别般的仪式感，按下了控制台上的另一个按钮，不是开门键，而是显示器的电源键。一声轻响，眼前那巨大的屏幕，那上面显示的垂死的妹妹、血腥的废墟、猩红的浓雾，连同我所有的仇恨、挣扎和过去，一同陷入了无边的黑暗。整个中央控制室只剩下服务器运行的平稳而单调的嗡鸣，外面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我站起身，不再回头，径直走向生活区。我脱掉衣服，走进浴室，将水温调到40度，温暖的水流冲刷着我的身体，也冲刷掉了关于妹妹的回忆。洗完澡，我换上干净柔软的睡衣，走进厨房，为自己热了一杯牛奶，然后我来到无土栽培室，在全光谱 LED 灯的照射下，一排排翠绿的番茄藤上已经结出了青色的果实，再过1周，它们就会成熟，变成诱人的红色。我伸出手，轻轻触碰着一片鲜嫩的叶子，生命在我亲手打造的这个世界里，正以一种纯粹、干净、可控的方式蓬勃生长。我端起牛奶，喝了一口，香甜温热，一如往昔。